3伏天，重庆开启了高压锅模式。高温凝固住潮湿的空气，在平均相对湿度80%的雾都，连出汗都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。用热辣对抗热辣，以魔法打败魔法。骄阳之下，吃辣带来一场反常识的神奇体验。这个意思，应该这个叫吧？汗腺在辣的刺激后火力全开，大汗淋漓带来最直观的清爽与痛快。重庆不是雾都吗？湿气重，哎，然后就是重庆其实比较喜欢吃麻和辣，都是这种感觉。你是这样，我就想脱衣服，我一脱衣服就吃得多，我就喝得多，我就高兴。如何在一直吃辣一直爽与身体耐受力极限中寻找一条平衡之道？最会吃辣的人们自有办法。朱老板上菜喽！哎，来了。炎热的时节，把挑剔的食客聚集在热辣的火锅旁。38岁的彭磊靠的是剑走偏锋。朱老板点菜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来。猪舌头、猪肝、三鲜肉，只要猪身上的，我们那儿都是特色。胡子一整齐，络腮胡是吧？哈，有点像屠宰，像我们以前农村那种杀猪的，多可爱的，很适合我的风格。猪肉在重庆火锅中并非主流，但脂肪含量却是最高的。在火锅的高温下，更容易将辣味包裹其中。但不同部位的脂肪量相差10几倍，因材施教才能更好的与辣结合。猪脑壳噻，可能你们那边叫猪头肉，我们叫猪脑壳、猪脸肉、红嘴儿、核桃肉、耳朵、猪头上面的肉，鲜入后涮，每一个还多有特色的，软糯，耳朵的那种脆度啊，都还是很不错。现在丸子必须得够沙，够好。肉馅儿也很重要噻，肉馅儿都是选当天的那个眉毛肉，大刀腰片儿要薄，要透光，烫起才弹。辣与美味之间是温度的游戏，火锅的高温融化脂肪，裹挟辣味与香味，让人迫不及待跃跃欲试。但此时，锅内却是高温与高辣的陷阱，只有油碟冷静地把守着美味的最后一关。火锅中的辣味来源于刺激性的辣椒素，一旦过量，让人不适。幸好辣椒素具有脂溶性，会在入口前被油碟里的低温芝麻油微弱稀释，抹平棱角。同时，低温又迅速冷却了食物表面烫嘴的高温脂肪，这让美味更易入嘴，也让快乐更持久。重庆一座火锅之城，随便一条街上都可以容纳10几家火锅店。要想在如此内卷的生态中活得潇洒，与辣共舞，谁都有点小办法。醪糟酿酒的初级阶段，淀粉在酒曲的作用下发酵水解出葡萄糖，进而转化成低度数的酒精。
这使得醪糟富有独特的果酒味，口感香甜。与辣相遇，爆发奇迹。彭磊的丈母娘是重庆如今为数不多的醪糟手工制作者，辈辈相传的手艺正是彭磊的解辣秘籍。很多做醪糟呢，在你最终成型的时候，他会加白糖，因为他觉得不够甜。比如说我妈做的，她都不会加那些，就刚刚好，甜而不腻。很多种辣椒，它的度数不一样，辣感不一样。有些辣椒从嘴巴里面吃进去，直接到心里面去了，那是燥辣、干辣。但是有些辣椒真的是只到嘴巴或者只到喉咙。焯水是为了海椒啊，到时候炒制过后的辣度没人个造得。辣椒素大部分潜藏在辣椒的皮肉之间、隔膜之中。要想掌控它，就需要先让它疯狂，最大化的释放辣度。看它的皮肉分离没得，有点分离都才行了。差不多都到位了。2个小时的炒制，底料的辣味到达最刚烈的时刻，统领全场的醪糟最后登场。他为驯服骄傲的辣椒而来。醪糟中微亮的乙醇逐渐抹平辣味的棱角，让口感缓和。高温下，焦糖与果香的味道从醪糟中渗出，混合在底料间，造就独特的风味。它会让辣度稍微柔和一点，在最终时刻入口的时候会吃起稍微舒服一点，不是为辣而辣，那个很重要。三伏天，与其在湿热的空气中慢性桑拿，不如端上辣味与香味缠绵的锅底，用热辣死磕热辣。好辣！醪糟是甜的，让这火锅更柔和一些。对，它是一个综合味道的一个东西，解辣嘛，让它那个辣度感觉下来一点，然后吃更多的辣嘛。在此刻，人生什么都可以放下，唯一放不下的只有筷子。香与辣，犹如一对缠绵悱恻的恋人在舌尖相逢。丰腴的汁香具体而圆润，热辣的底味抽象而尖锐。一个是矛，总想刺破味道的天际；一个是盾，总要收留口腔里的勇敢。不同的味道在舌尖上自相矛盾，又相互成全。吃辣的过程就是如此纠结而过瘾。在身体即将到达耐受力极限的时候，需要一手终极解辣。辣不是一种味道，本质是痛觉。冰的镇痛作用给我们一种强烈的幻觉，以冰制辣，如同以水扑灭熊熊烈火。冰汤圆，冰沙是比较细腻，汤圆又是糯的，本来是糯米小汤圆，所以说整体口感呢都是带点冰，带点糯，给火锅特别大。因为火锅有时候一口上来呀太辣了，刚好那个冰沙和那个糯米在口腔里面稍微揉一下，还多舒服的。老师，我还要再吃冰汤圆儿。老細要杯檸檬茶。好嘅，即刻到。辣如果是火，那么冰就是它极致的反面。立竿见影的解辣效果更符合这座城市的节奏。深圳汇集了天南海北四面八方的人，包容让这座城市从追求食材的原味慢慢到无辣不欢。这里的辣，不管是视觉上还是口味上，都更具侵略性。从往上走，整个就是上头的辣。还有耳朵跟耳鸣啊，好辣！解辣方式也是大胆创新，独具一格。自幼有一个厨师梦的李银怡，作为深圳本土人，她却一心想学会吃辣。
就諗住話，唉，咁多幾好食嘅嘢都係辣嘅，我一定要學識食辣。即係借去重慶讀書。我找不到垃圾桶。哎，你不要走馬路中間啊！我們先過來，快過來啊！我們東北吃辣，因為冬天嘛，其實大家都喜歡在菜裡面放一點辣椒。係我啊！我陣間嚟買下，平啲喎。05年，他們一聽東北的啊，周邊的小妹妹都害怕。我說真的假的？我可錄着呢。真的嗎？好恐怖！對不起了，東北的大哥們。李银怡和发姐2个人是闺蜜，也是合作伙伴。她们共同经营着这家老广风格的餐厅。李银怡专攻美食，发姐跑堂。開鍋就可以吃了哈。傳統的廣東牛腩包以新鮮的牛腩、蘿蔔為材，文火熬煮，並無辛辣，但火辣的創意改變了一切。我們在大暑的這一天，對，推出來一個可能是就是在廣東人看來大逆不道的事情，對，就是最熱氣的東西。我覺得我們四川能吃辣，我覺得我們湖南的辣更豐富。其實我們江西都能吃辣，湖南、湖北、江西都很辣。來深圳的沒有地域之分啦，都吃辣，來的都是省里，來的都是廣東人，是不是這樣說的？為了鎖住來自不同地區嗜辣食客的味蕾，冰火變態辣牛腩包使用了5個省份不同辣度的辣椒。辣上加辣的自信來源於複雜且獨特的解辣手法。小米辣佢就係用湖南嗰啲發酵嗰啲方法，都係鮮辣椒降低咗辣度，又加咗酒，又加咗薑同埋糖，其實都係降咗辣嘅。雲南嗰個香米辣，佢新鮮嘅肯定唔用得啦，你真係辣死人嘅喎，就攞乾嘅。做成辣椒油嘅方法，等佢降咗一啲辣度，但係佢依然係呢5種辣椒入面最辣嘅。其他3款就係用傳統重慶牛油火鍋底料嘅方法，不過係加咗我哋自己鋪頭嘅牛腩嘅新鮮嘅牛油。加咗牛油之後，其實佢就等於係保護胃，即係降咗嗰個辣椒素。將含咗水嘅辣椒同埋牛油大分子包裹小分子，咁樣佢就冇咁辣。要放喺雪櫃凍佢至少5日到1個星期，呢個就係預發，就係等於慢發酵。作為全中國最年輕的移民城市，深圳接納着五湖四海的口味與鄉土。夜幕降臨，食客們走進餐廳，隱匿在牛腩之間的力量早已按捺不住。冰的加入是巧妙的一環，在視覺上沖淡了熱辣帶來的灼燒感。牛腩包到達沸點後，湯汁往往會越煮越辣，越煮越鹹。加入冰，有效減緩了牛腩包到達沸點的時間，讓食材更為從容。掀開鍋蓋，鹹鮮勁辣的湯汁包裹牛腩，肥瘦之間是彈牙與耐嚼的口感。熱氣之中是充分浸潤的滑嫩與軟糯。紅油之下，儘管依然熱辣濃郁，但其中似乎隱藏了冰的火。上來了，上來了，上來了！哇，不是，它是後勁很辣，對，調個舌頭。攞一嚿冰擺落個嘴度，咪可以好解辣咯。只要甜的可以解辣。其實豆奶這種就比較解辣，吃一些澱粉類的就可以解辣。來股啤酒心裡也爽，解辣。
下一个美女最解辣。吃辣不能解，吃辣你不能解，你就得一直吃下去。你停了解了就吃不了。何以解辣？辣是风险，也是本能，是容易互相传染的风味，也是填满孤独的最佳拍档。辣，岂止仅仅是一种滋味，它在我们生命里是对抗沉闷生活的武器，也是隨時喚醒鬥志的靈感。因為喺深圳壓力大啊嘛，食辣可以釋放啊。在外面待久了呗，想家了呗，就这样的吧。弄点什么辣椒炒肉什么，反正带点麻辣那种嘛，上。我觉得宝宝的马上回去老家去吃老家的味道。好点的人了。我在深圳20年了，2000年来的。应该22年了吧，99年3月7号。青春也付出在这里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也给我带了不错的，让我孩子也有了，家也在这里。当下中国，每一座城市，每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时刻都面临着新的挑战。辣，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释放快乐，点燃生活，大胆吃辣。我有个女儿，然后回家之后喊我一声爸爸，都很舒服了，这都算是解了噻，算是解了。